各位好，今天我打算利用我最大的能力去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国行的 iPhone 和海外版的 iPhone 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个话题我没有刻意的上网上搜过，但是我相信有很多 YouTuber 也会去聊这个话题，但是我聊是我聊嘛，那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去参考别人，我仅仅在没有参考任何别人是怎么说的说法的情况下，我希望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给大家去简单的介绍一下国行和海外版的差别。当然重点呢，你也可以通过这些差别来去看一看你到底哪一个版本更适合自己我只能这么讲。有言在先，不可能说我讲得很全，但是呢，我也是应该是说准备时间最长的一期节目了，原因就是我也要去多花点时间去想一想，难免漏掉了什么。然后由于其实差的东西还蛮多的，所以我还要简单的给它分个类。所以接下来呢，我会从以下3个方面来去讲国行的 iPhone 到底少点啥。在一切开始之前，我们要先说国行的 iPhone 对于中国大陆的用户有一个没有办法替代的优势先把好的讲了，就是我的副标题，那就是中国大陆行货官方保修最方便，这个是绝对无可替代的。但我也蛮认真仔细费了点脑细胞的想了想，中国大陆行货的 iPhone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优势？对于中国大陆境内的 iPhone 用户来讲，买一个国行除了保修方便，其他的还有没有比海外版强的地方？可能唯一有的就是双卡双待了吧。如果我们国内的用户觉得双卡双待是刚需，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买港行那港行也是双卡双待的，但这个也不是国行独一份嘛，所以这个也不能算所以这2个事儿呢，我先开篇交代给各位。那接下来我就要从3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国行的 iPhone 到底少点啥了。第一个方面，硬件上的限制。因为硬件缺少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买了国行，这个硬件买到手了，那么你少的这些东西通过其他方法是没办法弥补的，你只能换一台海外机才能够拥有这些缺失的功能。第2个是 Apple ID 的限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打游戏的朋友应该更了解一点，叫锁区就是不同的账号，不同账号它是分区域的，你是哪个国家和地区的账号，你登录上去之后，你看到的内容就不一样。这个是服务类的一些限制叫锁区或者跨区，这是第2大类。第3类呢，我给它起了一个戏称吧，叫来自星星上的限制。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不知道其他人如果你们有高人可以在下面打出来让我们大家学习学习，但是起码我觉得这第3类限制呢，我摸不到头脑，反正它就是有限制，但是它是凭什么限制的呢？我也不知道就比如说我们的 Apple News Plus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是通过什么固有渠道限制的，那我们姑且说它是来自星星上的限制。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为了大家方便看或听，也关键是为了我方便讲，所以我也做了一些小小的板书那下面我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把它展示出来。我们先看第一部分，来自硬件的限制。来自硬件的限制有哪些呢？就是我这边列出来的这些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讲也就是说你要解决这些问题，你要拥有这些功能，或者这些功能列出的这些功能里面有哪一个你是刚需，那么你只能换手机，你是没有办法通过申请一个其他地区的账号 Apple ID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换手机，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就是大家最熟知的 FaceTime 音频
那其实如果还不了解 FaceTime 的，你可以到前面去看一看我讲 FaceTime 的那一期啊。那我就直接讲，那 FaceTime 就有点类似于 iPhone 上的，因为目标如果是中国大陆的用户的话，我只能说 iPhone 上的微信语音就是这个功能， FaceTime 类似于微信视频啊，就这个功能啊。但是我这么说心里很难受哈，其实不一样，我不想这么说，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想这也是唯一一个能让你瞬间明白的一种说法了。那 FaceTime 音频就是我们可以像打电话一样去通过网络，而不是通过手机的信号来给对方进行像打电话一样的这种叫语音通话。那它的方便之处在于，由于 FaceTime 音频是 Apple 原生的，是 Apple 提供的服务，那么它有所有 iPhone 提供服务的那些优势，比如说端对端加密，比如说零碳排放啊，100%的环保清洁能源的服务器提供转接。那再比如说呢，跟 iPhone 无缝的整合，那也就是说 FaceTime 音频在来电话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一个电话的界面。而且我最喜欢的是，如果你使用的是 FaceTime 音频去打语音电话的话，你们聊着聊着突然觉得，哎，这个东西我说不明白，这个艺术品或者这个家具或者这个稿子就在我眼前，要不你看一下呗？那我只要点一下，打开摄像头，啪，它直接帮你就切换成 FaceTime 视频。所以这一切的体验是非常的丝滑的。但是如果你想获得这样的体验的话，你就必须选择海外的 iPhone。那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海外的 iPhone 都有这个功能啊，因为目前我们除了那种能叫得上名字的国家以外，基本上反正我能叫得上名字的基本上都有。但是唯一我知道的一个就是阿联酋，阿联酋它是没有 FaceTime 视频这个功能的，可能是由一些宗教的原因，就是你不能看到脸啊什么的。这个我也是听原来工作的时候听顾客讲的啊。那我相信这个是对的，因为我看了他的手机，当时确实没有这个图标。那我不确定音频有没有，但是如果连 FaceTime 图标都没有的话，你说它只去掉一个视频功能，还保留一个 FaceTime 音频的可能性，我觉得就不是很大了啊。那所以也并不是说海外版的就一定是全功能的，但是美国版的一定是全功能的。其他地方呢则要单看啊，一般来讲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那由于中国大陆的国行 iPhone 不允许有 FaceTime 音频这个功能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话这句话用不用讲啊，但是还是讲一下吧。就是哪边这边这些国行手机国行的 iPhone 这些功能的缺失，和以后我讲的每一个后面2个部分的每一个功能的缺失，这跟 Apple 公司没有1毛钱关系，没有半毛钱关系，没有一丢丢的关系。这全都是 Apple 作为一家跨国公司，为了符合中国当地的法律法规，不得不去掉的这些功能。这个我有言在先，没有一个是 Apple 这家公司想对中国大陆的用户另眼相看的，一个都没有。相反 Apple 公司我认为是所有的跨国公司，就是生产民用消费类科技产品的跨国公司里面最努力，而且尽最大的可能用合规的方式努力的在中国大陆持续不断的去推行这些服务的一家公司。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它是尽最大的可能在走合规的路线，它不会用那些其他的方式。这个是我非常敬佩的一点啊，所以这个我还是提前声明一下啊。那由于没有了 FaceTime 音频所带来的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中国大陆的 iPhone 没有多人的 FaceTime 视频，也就是说多人的 FaceTime 视频你中国大陆的行货是没有的，你只能单人就1对1啊，没有办法3人4人5人像微信那种群聊视频，没有的。但海外的版本是可以最多允许到同时32个人进行 FaceTime 视频聊天的。那你说如果说 FaceTime 音频是中国的运营商为了利益的考量，或者
因为什么的考量，怕占领它的通话市场而禁止 iPhone 提供这样的功能。那么为什么视频多方通话，就像微信也有多方通话呀，它为什么还会禁止呢？这个答案其实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或者观众会有这样的疑问。那我只是给出我个人的思考，原因是因为 FaceTime 的多人视频通话，它还是在底层需要 FaceTime 音频技术来为多人视频通话做保障的。因为你想最多32个人视频通话，那么你很难说在一个小小的 iPhone 屏幕上同时看到32张脸。那么它使用的技术其实是像这个网络会议一样，谁在说话把谁就提上来。那你也不可能说把32个人谁不说话就把谁静音吧，对吧？所以没说话，但是视频没看到他，但是呢，音频又随时需要他接入，因为我随时要监控他，万一马上下一秒他就说话了呢？那这用的是什么？这不就是用 FaceTime 音频来实现的吗？你的视频没有出现的时候，但是我音频要时刻出现在这个群组里面，只要你一说话，我马上把你的视频再提上来，对吧？那你音频不支持，那我多人的我怎么办？我就只看脸嘛，那就对嘴型嘛，哑语嘛，这个不现实嘛。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考量啊，这个我没有去求证过，但是我只是从技术角度给大家一个，我也不知道你们觉得合理不合理的解释，那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啊。那同样因为没有 FaceTime 音频这个功能，我们中国大陆国行的 Apple Watch 这个虽然我们是讲 iPhone， 但是这个也就顺便讲了吧。中国大陆国行的 Apple Watch 它就没有对讲机这个功能，因为 Apple Watch 的对讲机功能这也是我个人猜测啊，并不代表 Apple 官方，它应该是和 iMessage 的语音信息还有 FaceTime 的音频结合起来在使用的。就是如果你们没有频繁的在通过对讲机进行通话而只是我想跟你通话，通过对讲机，然后我先试着呼叫你一下，那这个呢可能是通过 iMessage 的语音信息的这个，我说的是后台啊，你用户是看不到的，用户觉得就是个对讲机，按着说话，松了就听，对吧？就是接收，就像那种对讲机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底层的技术上的逻辑应该是先发一个语音iMessage 的语音信息过去，然后对方听到了，如果有回应，他发现你们两个已经一来一回进入到对话模式了，那么这个时候应该用的还是 FaceTime 音频的技术，这也是我的猜测，反复强调这是我的猜测啊，就是咱们这瞎聊天嘛，是吧？别当成是官方的回复就可以了啊。所以前面3个我们解释了，那第4个 eSIM。这个我想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啊，这个跟这个 FaceTime 音频为什么不能开通，我认为是一样的道理啊，我就不再一一解释了。以下所有的原因都是我个人猜测，不负责任的啊，大家就听了随个乐啊。那你如果觉得我说的不对呢，那我就肯定说的不对啊。但是希望有兴趣探讨的朋友啊，在下面可以评论啊，我们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再继续下面去聊。eSIM 应该也是运营商的一个利益端的考虑吧，啊，就是一直不为中国大陆开放。目前挤牙膏的速度去开放的呢，就是中国联通啊。最新的进展是中国联通开放了 iPad 上的 eSIM， 最早是开放了 Apple Watch 上的 eSIM， 那个叫1号双终端啊。那1号双终端呢，其实它不是标准的 eSIM， 因为你想想，一个号码2个设备，一个手机一个手表，对吧？这叫1号双终端嘛，一个号码2个设备嘛。那这没有办法称之，它是个瘸腿的 eSIM， 因为标准的 eSIM 它应该是叫独立 eSIM， 就是我可以抛弃那个实体的 SIM 卡，我只有一个 eSIM， 我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取代那个实体 SIM 卡来去使用。现在在美国或者北美地区不也都是这样子，各大运营商都提供2个选择，要么用实体 SIM 卡，要么用 eSIM。其实 eSIM 相对来讲更简单更方便一些，美国的 iPhone 已经取消了实体 SIM 卡插槽，但是对于中国用户来讲呢，就是可能会让运营商损失一个给你寄卡，或者是你到营业厅去开卡有个10块钱工本费，我猜啊，因为我也好久没开卡了，
然后丢了要补卡，你还要花个10块钱补卡费，就我不知道，但我凭经验猜测，这个应该是跟运营商的利益有关系，所以他迟迟不愿意开。但也有朋友说，这个 eSIM 是为了在中国地区防电信诈骗，因为好像是说 eSIM 是没有办法进行实名登记的。那不管怎么说吧，我相信你如果问我的话，我是觉得这2个说法都挺可信的啊。一个是出于公司和商业的利益考量，一个是出于这个政府的管控的这个考量，所以我觉得这2个方面的考量在中国都还蛮接地气的吧，蛮有中国特色的。所以 eSIM 这件事情，你如果真的指望中国大陆的行货在中国大陆内地去真正开放，我觉得你有的等了。那 eSIM 到底有什么方便之处呢？我觉得这期节目要分上下期或者上中下期了。没事，我们讲着看着时间哈，我尽量不超过半个小时。eSIM 首先对手机来讲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手机的整体性更强，它的防水性能会更好。因为 SIM 卡插槽现在是手机周身上下唯一一个能够直达手机身体内部的通道，所以它的防水只能靠这个橡皮胶圈来去简单的挡一下，但是一旦遇到这个胶圈老化，那还是可能从 SIM 卡插槽里面这个水流进去的。这是一个原因，功能上的。第二个原因，有这么一个槽也不好看，虽然大部分人都是拿保护套把它套住了啊，但是毕竟不好看。那第3个原因呢，就是一体化成型。如果你为了掏这个 SIM 卡，其实你在制作工艺上其实也成本更高，花费的时间更长。所以从任何一个情况来看，手机上掏出这么一个 SIM 卡插槽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在早期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现在有了 eSIM 之后，我相信在全球各处的这个 eSIM 应该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快的就淘汰掉这个实体的 SIM 卡。其他国家没有淘汰掉，应该也有商业的考量吧，但是它由于没有这个政府的强力的这个方面的考量，所以虽然慢，但是应该还是会这样推行下去。而用户一旦接受了 eSIM， 就很难再回到实体 SIM 了，因为毕竟方便，你尝试过一次就知道了。开个卡都不用去营业厅，给你一个这个2维码扫一下就写在手机芯片里了。而且呢，能够同时写5张卡，只不过不能同时待机而已。那你可以方便的切换，特别是对于有跨国旅行或者商务的这个需求的用户，这个是超级方便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虚拟运营商是在运营跨国手机号码和跨国的蜂窝数据连接的服务的。那这些其实大部分都要依托于 eSIM， 虽然有一些也能死乞白赖给你寄一张 SIM 卡，然后或者有些还给你寄一个什么叫上网宝，就是那种叫什么来着，名字一下想不起来了啊，就那种东西。但是你不觉得这很烦吗？就明明有方便的方式，就是你现在明明可以用手机搞定的，一定要去营业厅，这就很烦啊。所以 eSIM 其实是好处多多的，只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我们没办法用，但是这些原因它一定跟方便用户没有半毛钱关系，这个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如果你是有这个经常要出国的需求，你想用方便且便宜的方式就能够让你的手机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能够有流量上网，那我觉得 eSIM 应该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刚需。如果你是经常全球飞的商务人士，或者是经常喜欢去旅行的，这个我觉得都还是蛮值得拥有的一个功能啊。那国行就没有了哦。那接下来就是卫星通信。卫星通信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最早从 iPhone 14的时候推出了 SOS 紧急呼叫的卫星通讯的方式，那国行就没有。那在 iOS 18发布了之后呢，可预见的未来马上就可以用到，在没有手机信号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个卫星来去进行普通的文字的 iMessage 信息的传输。
这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像我不知道各位啊，但是我在做国际航班的时候，国际航班上一般都是提供飞机上的 WiFi 的，但是那个 WiFi 呢，你要想体验完整的互联网，它是要花钱的。我个人觉得那个钱还蛮贵的。关键是因为首先我在飞机上连一个 WiFi 没太大用啊，对我来讲。其次呢，它的速度你就想了，它也不会太快。那所以说我就没买。但是呢，我不知道其他航班，但是我做过的这个有一些吧，不是全部啊，有一些国际航班它是允许你免费的接入飞机上的这个 WiFi， 你不能上网，你只能发 iMessage， 就是你只能发信息。当然我不用微信，所以我也不知道微信能不能发信息啊。但是我用 iMessage 肯定是没问题的，应该手机短信也不行啊。iMessage 没事，就是为了因为国际航班它考虑你行程比较长，方便你给家人报个平安啊什么的，聊聊天，这个它是免费的，是允许的。但你要干别的就要花钱了。那这个卫星通讯也是一样的，就是以后 iOS 18的版本，但是如果你到野外去徒步啊、露营啊，喜欢这样的是吧？那个地方经常是没有手机信号的。我觉得中国还好一点吧，这个可能在北美或者澳洲那边会比较多，我不知道啊，我去过的地方也不多。但是反正就是这样，就是越是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越是这个有点荒无人烟、空旷的地方，而越是荒无人烟、空旷的地方呢，你连接卫星的这个条件就越好。那你越在高楼大厦这种钢筋混凝土的城市里面呢，你的卫星连接的信号就越弱，因为它会有阻挡嘛，这跟 GPS 导航是一个道理，所以正好有一个互补。那当你在没有手机信号，你高楼大厦你不可能没有手机信号嘛，城市里肯定有的。但是如果你远离城市，在一个没有信号塔的地方，你起码除了原来是只能用于急救啊，这个 iMessage 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呢，你发个信息，给家人报个平安也是可以的了。当然你说拿这个卫星通讯去看视频，那这肯定不行，你还是老老实实去买马斯克的星链吧。但是星链在中国也不能用啊，反正卫星通讯在中国也不能用。据说是国内某手机品牌可以用的是国产的卫星啊，但是这个就各位自己看啊。这个因为我们主要讲 iPhone 嘛，我不是保谁贬谁啊，只是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我只对 iPhone 了解的比较多。然后呢，我自己个人爱好的原因，我也比较喜欢 Apple 的产品。从我工作之前，我就是一个 Apple 产品的这个深度这个喜爱的用户了。所以个人的频道分享个人喜欢的一些事情而已啊，没有什么褒贬之意啊。好，那接下来就是 WiFi calling 这个呢，其实我不太确定国行的 iPhone 是不是硬件把它砍掉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在中国大陆是这个技术很简单，但是在中国大陆一直都不行。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技术，这是老早的技术了。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自己家里的时候，这个手机信号不是太好。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家就是移动的信号就是特别不好，电信的就比较好。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段时间我就经常看到我们的对面那个楼的邻居经常就是跑到阳台上去打电话，然后我在这边就能听到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在家里确实手机的信号它的覆盖面没有那么广。那这种时候其实家家户户都是有 WiFi 的嘛，那运营商是可以通过一个很简单的技术，通过 WiFi 让你去接打电话的。只要你有 WiFi， 你手机信号不好也没关系，你的打电话的功能就全都有。但是你可以想象这种功能它为什么在中国这么简单的技术就一直用不了。那我也不知道，但是还是分享我的猜测啊，应该还是跟什么实名登记认证这种东西有关系吧。因为我自己用到的啊，这个当我去想在我现在住的地方去登记这个 WiFi calling 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条款的，并且让我填写我现在家里的住址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家里是没有手机信号，你通过 WiFi 去打电话的话，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这个911来要通过这个手机信号塔来去给你定位你家里的位置，它是没办法定位的，因为你信号不好嘛，你可能就完全没有手机信号。那么
你在申请 WiFi 通话的时候，你就要提前把你家的地址填进去。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你遇到紧急情况打911报警的时候，他就可以通过你填写的这个地址知道你家里的地址。万一你不方便说，大家看到国外的一些电影就直接打过去不说话，然后对方也要派警察来这个地方，对吧？所以这个是 WiFi calling， 这个是中国大陆的行货也是没有的。然后接下来一个呢叫 RCS， 这个在安卓的阵营比较流行，当然也应该是原生安卓啊，在中国的那些安卓有没有我不知道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个彩信的升级版本。大家还知道什么是彩信吧？就是运营商短信1毛钱一条，那个是只能发文字的，但是彩信呢就能发非常模糊的照片，很小很小的啊。但是这个 RCS 呢就可以像 iMessage 一样，或者你可以说像微信一样吧，啊，就是发比较清楚的照片，你可以发一些表情符号，可以发一些贴图等等等等都支持。这个也是运营商和一些手机公司主导的。那在 iOS 18的时候呢，iPhone 也得到了支持，所以理论上来讲，在海外的大多数地方有了这个功能，也就是 iPhone 用户升级到 iOS 18之后，它是可以通过手机内置的信息 App 免费的。也不能说完全免费吧，就是通过这个互联网而不通过手机信号的方式去和安卓用户去收发这个短信，并且你可以有丰富的短信内容可以用了。但这个功能呢，一样在中国的运营商是不被支持的。原因我就不赘述了啊。正确答案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但是我猜的原因我也不想再说一遍了，节省时间，就那么回事啊，大家自己想。那最后2个呢就比较简单，哎呀，太好了，我在半个小时之内能把第一部分讲完。海拔啊，海拔是之前我在讲这个指南针 App 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了，所以在这儿再提一下。中国大陆的机器由于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什么规定吧，我也不知道是法律还是规定还是法规，反正有一个什么玩意儿，就是不允许国外的公司去显示这玩意儿，所以所有中国大陆的在手机，你在指南针里面是看不到海拔高度的，都给去掉了。早先的老的版本是有的，但是好像1-2年前某一个升级就合规嘛，我们要合规嘛，所以就符合你当地的法律，你不让我显示，我就不显示，所以就去掉了。这个我之前讲过。最后一个就是地图服务了，这个我就一语带过了吧，因为也是跟这个海拔是一样的，一些地图信息啊，还有一些就是测绘信息啊、交通流量啊，可能会被认为是国家机密啊，不能给外资的公司，所以 Apple 地图还是跟高德合作，所以在国内基本上所有的境外地图服务提供商都不能用，或者即便能用也是很不好用，信息非常的不全。你在中国大陆如果想有很好的地图体验的话，你还是只能用这个中国大陆本地的地图服务提供商。所以这样相比之下，其实 iPhone 内置的 Apple 地图还是非常好了，非常好了啊。有兴趣的可以再去看一下我的地图那一期，我试试看，我比较懒啊，我试试看，因为这几个条目里面我讲到了很多我之前节目当中有提到过的一些东西。如果你们看到上面有链接出来了，可以直接跳，那么就说明我还勤快了一些啊。但是如果没看到就算了，大家自己找吧。但我相信我也说清楚了。好，那我想这期视频一定会分上下期了，这个就算是我们国行 iPhone 少点啥的上半部分。那我们下半部分再见，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看，谢谢。